Hello，大家好。最近，蒙特利尔银行警告投资者说，如果你要现在出手买房，首先必须确保你真的喜欢要买的房子，因为一旦出手，可能你要在这个房子里面待上很长时间，甚至还要做好持有负资产的准备。蒙特利尔银行指出，随着疫情和经济的变化，导致房价飙升的因素已经开始逆转，伴随疫苗接种加速和房屋库存增加。这些都将导致房产市场达到价格顶峰。一旦房价见顶，最近一段时间高位接盘的买家很可能会面临负资产。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卡维奇认为，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可能很快就会见顶。蒙特利尔银行在给客户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最近已经看到一些乐观的经济指标。人们可能会争论大城市是否存在房产泡沫，但蒙特利尔银行认为，远郊和乡村地区的房产泡沫更严重。疫情爆发后，因为在家办公和更容易负担的房价涨幅最大的是远郊和乡村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房产泡沫更严重，一旦房产泡沫破裂，也会从这些地方开始。蒙特利尔银行警告说，低利率和相对需求而言，供给不足推动了房价的上涨。由于低利率抬高了房价，那些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开始疯狂地举债买房。在库存方面，被压抑的房源一直在等待一个比疫情期间更理想的时机出售，但这两种趋势都会在不远的未来走向终结。卡维奇说，事实上，推动这个房产市场达到疯狂程度的因素可能很快就会到达顶峰。疫苗接种的速度和住房库存上升是市场可能超过预期的两大原因。他还指出，从坚持长期保持低利率转变为将会提前加息，央行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现在，如果要说整个加拿大房产市场都有泡沫，可能还是会有争议。但是要证明农村和偏远地区房产市场有泡沫，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如果您现在要买房，需要做好资产贬值的心理准备。疫情爆发后，推高房产需求的最大原因是房价飙升，买涨不买跌是很多购房者的心态，这导致加拿大人担心错过机会，再加上远程办公、低抵押贷款利率和郊区农村更容易负担的房价。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就从未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房产市场过热，在许多偏远地区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在一些市场上，加拿大人购买房屋、农村物业，就像疫情刚爆发时抢购手纸一样，有些地区的价格上涨了近1倍。蒙特利尔银行警告说，未来推动当前这股房产狂潮的因素最终将会逆转。疫情结束后，很多人还要回到城市工作，这些搬家到远郊或乡村的买家，未来可能会因为生活便利问题搬回城市或者是小城镇。在安大略的小乡村，中等收入家庭需要支付的抵押贷款的比例从来没有这么高过，最近已经突破了50%的比率，这是90年代初房产泡沫以来的最高水平。90年代初的房产泡沫之后，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停滞了10多年，在1989年至1995年的7年间，房价暴跌了39%，大多伦多有些地区的房价甚至暴跌了50%以上。这次下跌，房价一直等到2010年才回到1989年的峰值。因此，如果有人在1989年买房，要等到2010年以后卖房才有利可图。如果你最近要出手买房，建议最好不要选择远郊或者是农村地区，因为一旦疫情结束，很可能就套牢了。随着疫苗接种的加快，很多地区的企业已经做好重返办公室的准备。摩根大通公司成为美国第一家要求所有美国员工重返办公室的大型银行。他们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所有的员工将在7月初之前以轮岗的形式回到办公室工作。很多人认为在家办公的趋势可能会减弱郊区和农村地区房产泡沫的影响，但卡维奇仍然认为有很大风险。他认为，即使我们因为在家办公等原因选择了郊区或者农村地区的房子，但很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房产泡沫出现，最后进来的买家，尤其是在盲目竞价情况下的买家，
将面临多年的资产贬值。换句话来说，如果现在打算出手的买家，应该买自己特别喜欢的房子，因为选择在高位接盘，持有的时间会很长。如果持有的时间很短，那就可能要赔本出售了。目前，加拿大的信贷政策已经开始收紧。最近，银行评估低于 offer 价格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预示着房产泡沫最严重的地方很快就会出现调整。最近可以重点关注农村和远郊地区，价格调整会首先从这些地方开始。如果市场变化，这些地区的银行评估价和 offer 价格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如果出售价格不调整，就会没有成交量，同时房源会不断增加。其实目前仍未出手的房子，卖家应该好好的检讨一下原因了，特别是那些已经挂牌几个月的，一旦错过这波猪都能飞上天的风口，他们肯定会后悔莫及。房价即将见顶，6月份可能是转折点。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